天葬台的风里面，藏着人类对于死亡最极致的2种态度。2024年，我摩旅西藏，曾经站在雪域高原的天葬台旁边，面对天葬师操刀把尸体切成小块，我亲眼见过2种截然不同的现场反应。有一个女的就这样，全程都这样，捂着眼睛，捂着嘴巴，然后呢，从手指缝里面偷偷的往外面看，然后嘴里还念叨吓死人了，就这种。不远处呢，有一个北京来的小哥呢，他则是静静的这样双手合十，为亡者祈祷，看着天葬师切割尸体。事后呢，我去问他，我说你怕不怕？他坦然地告诉我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去菜场的时候看见屠夫切肉，你会害怕屠夫切肉吗？这一幕呢，恰恰戳中了一个核心的疑问：为什么人类普遍对于同类的尸骨避之不及，而藏民却能如此平和地接纳？天葬正是解开这个谜题的最佳钥匙。首先，我们先搞懂了人类为什么会天生害怕同类的尸骨。那位汉族女士的掩耳盗铃，又想看，又怕看，这个不是她的矛盾纠结，而是人类的恐惧心理和好奇心理在双重起作用。我想，这个可能是多数人基因里面的最基本的反应。这种恐惧呢，是进化、认知与文化的3重作用的结果，早已形成了默认的心理程序。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，同类的尸骨就是最直接的死亡预警，要么是猛兽出没的信号，要么是传染病肆虐的痕迹，要么是部落冲突的战场。这个大脑的杏仁核会瞬间激活避险程序，不用思考就想逃。这种能帮助祖先活下去的本能呢，经过100万年的自然选择，早就已经刻进自己的基因里面了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天葬会让大多数人恐惧，因为它不仅不隐藏尸骨，反而主动拆解暴露，相当于把危险的信号直接放大，自然触发本能的排斥。而人类的祖先尼安德特人早早的学会了掩埋同类的尸体，本质就是在隔离这种危险的信号，这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智慧。比本能更可怕的是尸骨带来的存在焦虑。人类是唯一能够预知自己会死亡的物种。当天葬台上的尸骨被拆解分食，我们的镜像神经元会立即启动带入模式，这就是我未来的样子。这种对于自我消失的恐惧是最深层的精神困境，而为了逃避这种痛苦，大脑会主动建立起死亡屏蔽机制，比如说用棺材、用墓地把尸骨藏起来。而天葬呢，偏偏要打破这层保护，把死亡的过程公开化、仪式化。这对于习惯回避死亡的我们来说，这无疑是强烈的认知暴击，恐惧自然随之而来。几乎所有的文明都给尸骨定了禁忌的属性。古代说它引邪祟，要入土为安；现代社会也会把尸骨当作特殊的危险品严肃处理。影视剧里面更是把尸骨和凶杀、灾难绑定，反复强化尸骨等于恐怖的联想。这种文化传承让我们从小就对尸骨产生了负面的预设，而天葬暴露尸骨未给生灵的模式和这种普遍的丧葬文化完全相反，自然会被多数人第一时间贴上血腥恐怖的标签。藏民呢，不是没有恐惧的本能，而是用信仰和文化给尸骨重新下了定义，把死亡的恐怖象征变成了生命轮回的桥梁。天葬就是这场意义重构的核心载体。在藏传佛教里面，死亡不是终结，是灵魂和旧躯壳的分离。尸骨不过是用旧了的行囊，当灵魂进入到中阴等待轮回，肉体就失去了意义。更关键的是布施教义，把肉体献给秃鹫，这是生命最后一次舍身饲虎的慈悲。对于藏民来说，这不是丢弃，而是让亡者以最利他的方式积累功德，帮灵魂顺利转生。当尸骨成了终极布施的媒介，恐惧自然就没有了立足之地。我亲眼见过天葬的完整的流程，天葬师挥刀的节奏、微伤的烟火、诵经的韵律，把拆解尸骨变成了一场庄严的仪式。天葬石是佛教里面须弥山的象征，秃鹫是藏传佛教空心母的化身，每一个环节都在传递诸法无我的哲思。
藏民家属看着亲人的尸骨被秃鹫带上天空，眼睛里没有悲伤和恐惧，只有对灵魂圆满离去的期许。这种仪式感把本能的恐惧转化成了精神的敬畏，也让天葬台成了死亡修行的神圣场所。藏民对于尸骨的接纳还藏在人骨法器里面，这些不是恐怖的道具，而是承载信仰的圣物，有着严格的规范。嘎巴拉碗要用修行有成的喇嘛的头盖骨制成，灌顶时承载甘露，寓意断除我执。禁骨号用来召唤神灵，每一声都是超度的真言。人骨念珠则需要多位高僧的指骨、眉骨打磨成，每一颗都凝聚着修行的功德。对藏民来说，高僧捐献骨骼做法器是以身试法的终极布施，佩戴这些法器是时刻提醒自己诸行无常。就连枪母法会上的骷髅面具也是护法神的化身。舞蹈的意义是破除烦恼，度化众生。所有的尸骨相关的元素都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。回到天葬台的那个疑问，面对同类的尸骨，恐惧和接纳，到底哪个更对？答案是没有对错，只是不同的文明对死亡的不同的回应。多数人的恐惧是用回避死亡的方式来守护生命的珍贵，通过远离尸骨，隔绝死亡的无序感，从而更珍惜活着的时光。而藏民的平和是用接纳死亡的方式升华生命的意义，通过天葬和人骨法器，把死亡变成生命轮回的一部分，让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。就像我遇到的那位北京小哥说的，我们天天吃鸡鸭鱼肉，这些都是动物的尸体，却很少有人觉得恐怖。区别并不在于尸骨本身，而在于我们给它贴了什么样的标签，是危险不祥的禁忌，还是自然循环的必然。天葬给予我们最大的启发，不是说要像藏民一样看待死亡，而是要明白恐惧的根源从来不是尸骨本身，而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。实际上，现代人越是试图逃避死亡的真相，反而加剧了对于死亡的焦虑和恐惧。而藏民的天葬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，肉体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放下对于躯体永恒的执念，才能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死。说到底，无论是对于尸骨的恐惧还是接纳，本质上都是对生命的敬畏。读懂天葬背后的逻辑，不是为了改变我们态度，而是为了学会在正视死亡的过程中，更深刻地珍惜当下的每一刻。风又吹过天葬台，秃鹫盘旋远去。那些被我们恐惧的尸骨，在藏民眼里从来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另一场旅程的起点。这就是天葬教给我们的生死智慧。说到底，无论是孔骨还是不孔骨，都是人类在面对生死困境时的智慧选择。而天葬的存在，让我们看清了尸骨本身无善恶恐怖之分，它只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不同的文明对生命的理解。当我们读懂天葬背后的逻辑，读懂藏民对于尸骨的平和态度，或许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死亡，更加深刻地珍惜当下的生命。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可能看完了我这个视频，还是不太能理解藏地的这个习俗。我也理解你们的不理解，但是不管是否理解这个习俗，都请朋友们对于藏地的这个习俗予以尊重。这种尊重是打破民族文化偏见的开始，也是我们看清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钥匙。因为这把钥匙将为我们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。为什么藏传佛教会有人骨法器？大家点个关注不迷路，下期的视频我将给大家讲清楚这个话题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南归的大雁飞走了，挑起那只优美的梦，飞到北方要栖息，自由的翱翔是你的梦。